欢迎收看《天桥下》，我是木之编。今天要编的故事是追杀希特勒。这个频道是专门编故事给你听的频道，喜欢的观众欢迎订阅。故事开始。话说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迫害无数犹太人。当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后，他发现人还是有能力差别，于是他脑中出现一个更极端的想法。他秘密开发一种先进仪器，看起来像一座金属门，可以测试人的能力。只要走过门，门上的数字就会显示1到9， 1是最优秀的1等人，9是最差的9等人。希特勒认为世界上不需要那么多人，只要留下最好的，其他人都可以消灭。他还给这个门取名为健康门。他用电影和集会演讲方式对民众洗脑，说只要每个人经过那道门，就可以得知自己的健康状况，还可以得到奖金。所有人都深信不疑，纷纷依照指示，在全德国境内的900多道门排队领奖金。全德国人民几乎平均分配在1到9。希特勒集合所有1等人，用他蛊惑人心的高超演说技巧对1等人洗脑，让所有1等人和他拥有同样偏激的思想。同时，除了1等人之外，其他人都被带往各地集中营。这些人以为是去清理集中营，结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屠杀。这些人中有许多甚至是之前在执行屠杀犹太人的军人，他们从加害人成为受害人。有些人发现事情不对劲而想逃，被早就架好机枪的1等人疯狂扫射。7天内，全德国就只剩下1等人了。后备军司令希姆莱集合1等人中的军人，让希特勒校阅。希特勒上台之前看了看希姆莱，他严肃地说：“你做了测试了吗？”希姆莱恭敬地说：“是的，元首，我是1等人。”希特勒一向不喜欢希姆莱，因为希姆莱经常和他意见不合。只是因为希特勒是元首，才尊敬他。原本希特勒以为可以借由测试门顺便解决他，没想到他居然通过。但希特勒想亲自确认，于是叫人搬来测试门，要让希姆莱当众测试。希姆莱知道希特勒是想让他难堪，但他也自信地走进测试门。门上荧幕显示出1，希特勒没有表情，随即走上台。1等军人看希特勒上台，都给他热烈的鼓掌。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各位优秀的同志，很高兴各位和我一起见证一个更好的世界。这个国家在严格的淘汰筛选下，将会更加强盛。我将会带领各位，带领德国，主导欧洲走向全世界。地球是属于德国的。在这伟大而值得纪念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唱国歌。”于是，所有人在希特勒的带领下一起唱歌。一名穿军装的小女孩拿着鲜花上台，要送给希特勒。希特勒蹲下来接下鲜花，摄影师也拿着相机拍下2人合照。希特勒展现难得的仁慈。希特勒抱着小女孩来到演讲台，他说：“我们都是1等人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开心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是的，元首，我认为只有1等人才能开创新世界，其他人只会碍手碍脚。”希特勒说：“说得太好了，让我们为自己身为1等人欢呼！”所有人都激昂地大声欢呼。欢呼结束后，小女孩说：“元首有走过测试门吗？”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打在希特勒的头上。他主导这个测试门计划，却从头到尾都没走进那个门。不过他是个自信十足的人，既然会发明测试门，他当然是1等人。他还怕自己太强大，让测试门故障了。他让人把门搬到台上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。台下群众整齐的鼓掌，所有人引颈期盼。希特勒拉了拉衣服，迈开大步踏进测试门。荧幕上显示的数字是3。所有人瞪大眼睛，最不敢相信的人是希特勒自己。
他还没说话，身旁的士兵又搬来另一扇测试门。希特勒忐忑不安地踏进门，荧幕上显示的数字是3。一旁的军官走进门，出现的数字是1。一个中士走进门，数字是1。班门的小兵走进门，数字是1。旁边一条军犬也走进门，数字也是1。全场突然安静下来，热烈的气氛一瞬间降到冰点，所有人面面相觑。希特勒自认为完美的种族优化行动，偏偏没料到这一步，没想到自己居然是3等人。希姆莱看情况，立刻下令抓住希特勒。希特勒拿出手枪，对空开了2枪后，立刻从后台逃走。他的司机卡尔就在希特勒的坐车旁等着。希特勒跳上车，机灵的卡尔没等他下令，立刻上车载希特勒离开。卡尔从没看过如此惊慌的希特勒。希特勒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开，全国人民都会抓他。他还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只是叫卡尔一直开，不要停。几个军官追出来，对着他的坐车开枪，但都没让车停下来。希姆莱身为纳粹军第2把交椅，早就等着希特勒下台。希特勒这个害人害己的计划，让希姆莱意外登上元首宝座。但希特勒一天不死，他的位置就不稳。于是他下令全德国人民追杀希特勒，只要抓到人，不论死活都有重赏。卡尔身为元首的司机，不止驾驶技术一流，也非常会认路，只要开过1次就记得。卡尔连续开了2天的路，越开越偏僻。经过一大片森林后，出现一个小村子。村子里的人看见希特勒的坐车，显然有些惊慌。卡尔停下车后，四处观望，确认安全才开门让希特勒下车。一个小女孩跑到希特勒面前看他。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张海报，海报上正是希特勒的相片。相片旁边的字写着：“健康测试门，测试健康拿奖金。”小女孩说：“相片这个人是你吗？”希特勒点点头。小女孩将手伸向小包包，希特勒以为她要拿枪，于是拿出手枪指向小女孩。突然一声枪响，打掉了希特勒手上的枪。小女孩的母亲把小女孩抱走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希特勒身边多了一个人。那人用枪抵着希特勒的头。男人说：“元首大人连小女孩都不放过吗？”男人说完，将希特勒推出车外，让他趴到地上。男人也下车，粗壮的他抓着希特勒的衣领，把希特勒抬离地面。希特勒被勒得脸部涨红。男人说：“真是托你的福，搞那个门，害我全家都死了，还得躲在这深山里。”男人一边说，把希特勒勒得更紧。女孩母亲说：“杰克，放了他。”杰克说：“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，你老公、父母、兄弟全都被这家伙杀了，就因为这家伙弄了一个破门，把你家搞成这样。我捏断他的脖子啊，都还太便宜他了。”小女孩看希特勒的舌头吐了出来，害怕地说：“我不要再有人死了。”杰克看小女孩吓得全身发抖，才把希特勒放开。希特勒从袖子拿出一支小手枪，杰克发现了，就把他抓起来，用力摔在地上，把希特勒摔晕过去。希特勒在醒来的时候被关在一间木造房间，房间没有窗户，而且充满浓烟。他被烟呛得拼命流泪咳嗽。他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四处找门，但门已经被钉死。他死命拍打门，浓烟让他使不出力气。不久，他就倒地不起，失去意识。杰克在这时候开门，把希特勒拖到外面。杰克一巴掌狠狠打在他脸上，希特勒才又咳了起来。杰克说：“怎么样？感觉很舒服吧？”希特勒一边咳，一手抓起地上的石头朝杰克丢去。杰克拿起枪对着希特勒，打算杀他。一个老人阻止他。老人说：“他们建设村子正需要人手，应该留他一条命，好帮忙工作。”杰克觉得有道理，就放过希特勒。杰克担任他的监察人，24小时和他在一起，监视他的所有行动，并且分派工作给他。卡尔也同样要工作。村民们到这山谷生活不久，很多工作要做。杰克带希特勒去伐木、搬木头、建造房屋。
希特勒被粗重工作操得全身酸痛，但他看着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，每个都拿着比他大的斧头，扛着比他粗的树干，他觉得那些人不过是粗壮一点的低等人而已。当他去帮建筑工建造木屋时，杰克教他锯木板，但他锯的木板都是歪的，他气得把锯子丢到地上。杰克看了就直接踹他一脚。希特勒在村子里什么都做不好，但他觉得那些工作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。晚上休息时，希特勒在一棵倒树旁吃着面包，一边听3个乐手演奏音乐，他也不自觉地打起节拍。那个小女孩端着一碗热汤走到他面前给他，他接过热汤。小女孩说：“你应该要说谢谢，这样别人才会喜欢你。”希特勒轻轻说了声谢谢，他手里的蔬菜汤还冒着热气，他小心地尝了一口，一股怀念的味道涌上心头。那是以前外婆常做的汤，他已经有20年没喝过了。他一口又一口地喝完，喝完后大喊一声。杰克看他又不安分，正要走过去修理他。他说：“这汤太好喝了，我可以再来一碗吗？”3个乐手演奏着轻柔的音乐，在星空下聆听这美妙的音乐，仿佛可以带走所有烦恼。他忽然流下泪，他赶紧用手擦去眼泪，但泪水像决堤的洪水，完全停不下来。他被自己吓了一跳，他竟然对这些次等人的料理如此喜爱，还被他们的音乐感动流泪。这个晚上，所有人为了村子建设完成而彻夜饮酒，醉了就直接在地上睡觉。希特勒趁所有人都睡了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缩小版的健康门，那是他叫人对健康门做的改良。这个健康门只有手掌大小，他一直放在车里。他拿着迷你健康门，对着睡着的村民扫描脑袋。大部分村民只有3到8，杰克甚至只有9。希特勒摸着头说：“没道理啊，这些人可以打造这么美丽的村子，建造出坚固的房子，做出美味的料理，演奏美妙的音乐，居然会是次等人。”这时天亮了，他环顾四周，看着他和村民一起建造的美丽村落，想他领导的纳粹德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却没想过什么是真正美好的生活。村民虽然不是一等人，却能建造一个如此美好的世界。希特勒心想：难道我错了吗？随着鸟叫声，村民逐渐醒来，狗的吠叫吸引众人的注意。希特勒看见远处山道的2辆军卡车向山谷开来，他立刻冲向一辆货车，自己开车逃走。村民都不知道他在跑什么。等军卡车开到村子，那些一等士兵拿枪下车时，村民才发现希特勒自己跑了。杰克气愤地说：“可恶的家伙，我真该掐死他的！”村民从一等人的追杀之下逃到这偏远山谷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找到。看着眼前10多名武装部队，众人只有感到绝望。带头的军官问村民有没有看见希特勒。杰克手指向希特勒逃走的方向，军官随即带着部下开车追上去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杰克说：“这些人都去追杀希特勒，他真是恶有恶报。”一个老人说：“我想他不是逃走，他是想引开部队，保护我们啊。”军队紧追希特勒，机枪手对着货车射出密密麻麻的子弹，把货车后面打成蜂窝。接着一颗火箭炮直接打中货车，货车侧翻倒地，希特勒爬出车外。带头的一等军官把希特勒抓起来，希特勒大骂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元首！”军官说：“我知道，但你也是3等人，我要升官就靠你了。”树林里传出一阵枪响，10多名军人全都中弹倒地。原来是杰克带人来救希特勒。他们正要回村子，更多的纳粹军正向他们靠近，他们还是无路可逃。希特勒独自一人跑进树林，杰克也跟上去。希特勒推开杰克说：“不要跟着我，你想死吗？”他刚说完，一颗子弹从狙击手的枪管射出，打中他的右耳。他顾不上疼痛流血的右耳，转头继续跑。狙击手再次射击，打中希特勒的左耳。
希特勒知道连续2次打中耳朵，这绝对不是运气。他和杰克还是奋力逃走，村民全都被抓起来。纳粹军将他们赶进大坑里，数十支机枪对着他们。希姆莱也亲自来到这里，他必须亲自解决希特勒。他拿起步枪对着天空射了3发子弹。希特勒从树林里走了出来。希姆莱说：“你还真会躲，我找了你1个月。”希特勒和希姆莱站在大坑边缘。希姆莱对一等军喊话：“今天我们的进化血统计划才算是真正完成。希特勒先生作为前元首，有必要亲自示范。”希姆莱用手枪抵着希特勒的头，所有一等军都喊着：“希姆莱，希姆莱，希姆莱！”希姆莱享受着这一刻，这一声枪响将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希特勒的死才能让他的元首宝座坐得安稳。希特勒说：“我可以说几句话吗？”希姆莱点头同意。身上沾满血的希特勒拉了拉衣服，准备进行人生最后一场演说。他说：“我一直认为只有高贵、优秀的血统才有资格存在，其他的人都要消灭。和各位生活的这1个月，我看见各位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，打造出美好的生活，但是这还是没有改变我的看法。我还是伟大的元首希特勒。各位村民没有资格和我一起上天堂，你们只配被埋在湿冷的土里。我要亲眼看你们被活埋。”希姆莱顺应希特勒的最后请求，下令士兵活埋村民。绝望的村民相互拥抱，让泥土覆盖自己。他们唱着歌，让自己不害怕。随着土壤的覆盖，歌声越来越小。希姆莱再次用手枪对着希特勒，他靠近希特勒的耳边说：“其实你做测试的结果被我动了手脚，不管你的测试结果如何，都会显示3。”希特勒一听，就用力咬下希姆莱的右耳。希姆莱说：“可恶的家伙，给我去死！”希特勒从口袋拿出一个炸弹遥控器，用力按下按钮。树林周围开始发生爆炸。原来他和杰克逃走之后，在树林周边埋了一整圈的炸弹。炸弹炸翻了树林，也炸死所有纳粹军和希特勒自己。当四周平静下来，被活埋的村民都从大坑里爬了出来。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死导致局势动荡，更多的村民群起反抗。不到2个星期，纳粹党彻底瓦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编到这里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。